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号。那么美国的7月1号呢，就是在中国呢已经进入了7月1号的夜里面。那么在过去发生的这一天里面，也就是中共在香港强行推出的港版国安法执行了这么一天以后，全球各方的反应，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话题。那么首先看香港一部分支持中共政权的香港的这一部分道德败类，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可以讲梁振英是喜心若狂。梁振英呢本人呢曾经是担任前港手，现在担任着中共国家的政协副主席。所以梁振英呢，他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以后，他异常兴奋，由他发起成立的一个叫803的基金。这个基金呢，他就公开梁振英自己发帖，悬赏最高100万的赏金。他目的什么？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举报协助拘捕他认为是违反国安法的香港和香港地区以外的人士，要提供这些人的情报到他这边呢，他给赏金。也就是梁振英这个人是标标准准的是中国红卫兵的这种心态，也就是红卫兵才专门干这种刺探打探别人消息，然后出卖别人的这种肮脏的事。那么梁振英的良心毫无疑问是肮脏的，要不中共也不会把他选为什么政协副主席，把他推选成曾经香港的港手。这是只代表中共官方的香港的一部分官方人物。那么还有一部分是香港的演艺界人士呢，演艺界人士你看成龙也好，曾志伟也好，汪明荃也好，他们每个人都出了小视频去顶国安法。这个网上我还看到一张图片，汪明荃和她的丈夫每人把他们自己写的一幅字，那么举给大家看。这个字呢，有人把它 PS 变成了天灭中共。我不知道什么人去做这样的 PS 啊？你们怎么 PS 会 PS 的？汪明荃会天灭中共？汪明荃会愿意灭中共吗？汪明荃恨不得给中共操个死去活来，他会去灭中共吗？他这一辈子都是勾兑中共，他给中共磕头还来不及，他会去灭中共呢？所以说呢，网上的这张照片我一看就是假的。那么这也就是香港的一部分名人，香港的一部分官吏，他们积极拥护中共在香港要推行国安法。因为有了国安法以后，他们就可以在香港为所欲为啦，他们投靠中共，他们就更有本钱啦。但是国安法的推出在全球都遭到了极大的抵制和抗议。首先跟香港有关的人物彭定康是作为最后一任港督，他是亲眼见证了香港是如何回归给中共的，他是亲手把大英帝国的那手旗降下来以后，自己把它收回，然后离开他的港督府，把香港交还给中共的。This was a moment he had long prepared for, and yet when the last post was sounded, Governor Chris Patten struggled to contain his feelings. The Governor is a lover of the pipes, and this Highland Cathedral his favourite tune. The house and the city he must leave, but the flag that is his personal standard travels home with the last Governor. His daughters watched, captivated by the moment of history. As the Governor left, he held to an old tradition, driving 3 times around the house. It is a Chinese tradition, a promise that says, "I will return." 所以说彭定康是最有资格对香港的问题发表他个人的政治意见的。那么几十年下来，彭定康亲眼见证了香港从一个繁荣的东方民族到了中共的手上以后，中共不断地蚕食香港的自由与法治，到今天已经在香港通过了国安法以后，也就是让彭定康亲眼见证了东方民族的毁灭，所以他万分的心痛，我可以感觉到他万分的后悔。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文章里面流露出这么一个细节，
他就说他当时在1997年7月1号离开香港之前，在最后的那个阶段，他走访了香港的很多地方，因为他非常希望了解香港当地人的民情，了解港人他们对即将要回归香港从大英帝国回归到中国政府的这个怀抱以后，那么港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所以说，包括精神病院他都去走访了。他说他走访过的这家精神病院有一个精神病人非常礼貌地过来询问他，说英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有着优越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怎么能够不征求香港市民的意见，没有给香港市民公投的权利，然后不给香港留下民主的前景，就把香港交给一个政治体制完全和英国政治体制不一样的一个专制国家。当时彭定康吓了一大跳啊，因为彭定康的助手都跟彭定康讲，就说这一个精神病人居然提出了全香港最清醒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可以讲，到了今天，英国也仍然是不清醒，也仍然没有敢面对当年香港这位精神病人他提出的这个如此尖锐的问题。可以讲，在中共强行推行港版国安法之后，英国驻联合国日内瓦的大使，他联合了全球27个发达的西方国家，共同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这个声明就说这27个国家对国安法有越来越大的关注，认为港版国安法损害了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香港和英国所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里面所约定的香港的一国两制。这27个国家都呼吁中共不要在香港去实施国安法。我真不知道西方的这些政治家和西方的这些国家，你们是作秀呢，还是装逼呢？你们做给谁看呢？是做给你们本国人民看，还是做给香港人民看呢？你这个称为是隔靴搔痒也好，称为脱裤子放屁也好，这种事情有必要吗？香港国安法已经实施了，中共已经开始抓人了，你劝中共不要去搞香港国安法。你现在面对的中共，他强行推行的国安法，这27个国家应该是对中共制裁。可以讲，西方对中国今天的养虎为患是他们活该。30多年来，西方任由中共漠视中共的人权，只谈交易不谈正义。这30多年来，可以讲西方国家他们对中共发生的无论什么样的人权暴行，他们都可以容忍。连30多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中共用正规军屠杀广大学生和北京市民的暴行，西方都可以听之任之的。所以说现在港版国安法的推出，你觉得有什么奇怪吗？因为中共知道西方拿他们不敢怎么样。当年我们杀人，我们大规模在广场上杀人，坦克这机关枪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你们也没敢怎么样。今天我们的香港通过一个国安法，怎么地呀？所以说中共他就可以耍流氓，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到了今天，中共的国安法已经通过了，这27个国家居然马后炮地发表一个声明，要求中共你们尽量不要执行国安法。我真的不知道这2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元首和这些国家的外交代表，你们代表什么样的立场？这20多个国家基本囊括了欧洲所有的民主发达国家，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基本上你知道的什么丹麦、荷兰、瑞士全有，包括亚洲的日本、韩国，包括加拿大，包括澳大利亚，也就是除了美国之外，所有世界的其他的基本上西方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签署了，都做了这么一个声明，仅仅是抗议而已。仅仅是对中共一个抗议而已，你觉得中共会在乎你的抗议吗？30多年来，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就让中共知道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根本不在乎你们的所谓的制裁。到了这个时候，到了香港的利益完全被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完全不存在，香港的东方民族要毁灭的时候，美国也好，西方国家也好，都觉得当年他们对中共养虎为患，他们犯了错了。现在已经晚了，这么几十年来，可以讲美国毫无疑问来讲要承担最大的责任啊。把中共这个野狼把它喂大，是美国和西方国家这么多年他们政治家几代政治家他们对中共的一种绥靖政策。可以讲美国总统里根总统是反抗共产主义最坚决的总统，因此也是在他的任上，他最终通过星球大战摧毁了苏东的共产主义，摧垮了前苏联，因此里根总统可以讲叫彪兵史册。那么里根总统是1988年底就到期的，到了1989年年初，也就是1989年1月份，老布什就接任了。老布什接任以后干什么？老布什接任以后，对中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具有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当时的驻中国的驻华大使叫洛德，马上就把他免职了。因为老布什是不愿意在中国推行什么大陆民主化的，老布什是支持邓小平的专制屠杀政策的。所以说，不到半年，中国就发生了8964。在发生8964之前，老布什多次给邓小平暗示，
就是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美国不会怎么样，即使是制裁也不够走过场，装模作样。所以说邓小平就大开杀戒了。在邓小平屠杀了北京所有的学子和广大市民之后，老布什装模作样，一边搞着什么所谓的制裁，一边马上派人偷偷地跟邓小平勾兑，跟江泽民勾兑，跟中共要立即恢复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然后把这个制裁就把它翻篇了。这就是老布什干的事。所以老布什虽然干了一任，可以讲他叫罪恶滔天，罪行累累，这个人我不讲，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那么在老布什退出以后，紧接着就来了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克林顿上台的时候是一个穷光蛋，克林顿今天是亿万富翁。克林顿和希拉里是靠着中国，靠着跟中共勾兑，他们成为亿万富翁的。所以为了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为了他们家族的利益，为了他们自己损坏美国人民的利益，这对夫妇上台以后，他们马上对中国实施的什么？实施的就是全方位的推进中共的专制。本来对中国最惠贸易国这个待遇还有国会的1年1审，但是克林顿上台以后，马上就把人权和最惠国贸易待遇把它脱钩，而且克林顿采取的是永久脱钩，永久不谈人权，然后给中国永久的最惠国待遇。达到这一步以后，然后克林顿再把中国拉进了 WTO。当中国在2001年进入 WTO 以后，就开始横冲直撞了。在进入 WTO 以后，中共就没有遵守任何市场规则，任何国际通行规则，而是利用着 WTO 里面给中共的所有的优惠政策，中共一下子就把自己经济做大了。而这个经济做大是在横征暴敛本国人民他们血汗的基础上，是在对全球进行倾销的基础上，是往全世界卖假货的基础上，是跟全世界所有利益集团勾结，然后戕害中国老百姓，戕害中国普通民众，在他们的血汗上，中共把 GDP 做到了全球第2。而当年中国总理朱镕基和中国加入 WTO 时候，对全世界承诺的所有条款，早就给他们扔到了垃圾堆里面。因此到今天，中共它因为经济做大了，跟世界上各个发达国家都有经济利益，所以中共它现在就为所欲为。它出台港版国安法之后，它是完全知道全世界民主国家都会对它反对的，但是你反对不过是口头反对哇，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啊，你的实际行动人家根本不在乎你嘛。中共他不在乎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共有什么制裁，因为中共早就在西方国家他们之间搞挑拨离间，挑唆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你美国英国要制裁打击，但是人家德国人家法国人家默克尔人家马克龙不打击，所以中共呢他就专门干这个事。因此当这个国安法推行以后，很多香港人就非常非常的恐慌，可以讲大量的这2天大量的这个社交媒体，尤其是推特、脸书、油管上面，香港民众大量的删除他们在油管、在脸书、在推特上的发言，因为他们特别怕共产党秋后算账，共产党会从他们的社交媒体上找到他们反对共产党的言论，然后呢用国安法的方式呢把这些人抓捕，甚至让他们突然消失。可以讲香港的民主自由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这是很多中国大陆从来没有过自由的人他们感觉不到的痛，也是香港民众他们这100多年来他们从来就没有受到过威胁，从来都享有他们自己言论自由，到了今天他们开始害怕和恐慌了。因此这个港版国安法通过以后，全世界正义的国家，那些正义的政要，他们都发表了他们自己义正言辞的指责。针对港版国安法，台湾总统蔡英文他在接受一个访问时候就明确说，中国曾经承诺过香港要给香港高度自治，要50年不变，但是香港港版国安法的通过让人们就看到中共的承诺是完全是不靠谱的，所以说也就证明中共的承诺从来都不可能履行的。可以讲台湾是对这件事感觉非常非常的失望，也通过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的通过，可以明确地看出一国两制在中国走不通，在香港走不通，在台湾就更不要谈，在台湾就更走不通。这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对港版国安法他个人的表态。那么美国呢？美国是众多众议员、众多参议员，美国的政要纷纷指责批评中共的这个政权，纷纷对港版国安法出台以后对香港人的安全给予了担心。卢比奥参议员就在接受一个访问时候，他说他最担心是他认识和他熟悉以及通过网络上所了解的一部分香港的抗议中共暴行的那些勇士们，他们会被中共抓捕，美国应当提供给这些人更多的一些保护，接受他们到美国来避难。这是卢比奥参议员的表态。那么美国共和党有一个参议员叫汤姆·考顿，
他在中国通过这个国安法立法后，他明确在推特上面发表了他的一条推文，就说习近平及其共产党这些恶棍，他们要对他们破坏香港自由承担所产生的所有的严重的后果。这也就是说，美国的参议员、众议员他们表达了他们对中共谴责的态度。那么美国官方就是美国内阁怎么做？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就宣布，美国暂停为香港提供贸易特殊地位，美国给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美国给香港的特殊贸易优惠地位，从现在开始起，美国就给它停止了。也就是大家都知道，香港这个金融中心呢，之所以成为金融中心，就是因为国际上扶持了香港有100多年，除了香港有一批不同年龄层次的金融人才之外，最重要是美国给予的特殊的优惠政策，以及西方各国给予香港的优惠政策。中共想得很简单，他们以为毁掉一个香港，他们可以再建一个金融中心。他们以为在中国建一个金融中心，就跟他们建一个三峡大坝一样那么简单。建一个金融中心，不光本地要有大量的这个金融专业人才之外，还要有美国和西方各国给予中国、给予这个地区里面极大的金融优惠政策，同时扶持这个金融中心跟纽交所、跟伦敦交易所，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沟通，才能够缔造这么一个金融中心。香港正是因为美国和英国给予它特殊的金融地位，同时香港有一大批金融专才、金融人才，那么这些人才支撑了香港东方民族的这个地位。今天你中共用国安法毁灭了香港，绝大部分香港的金融人才都会从香港撤出来，要么去美国，要么去英国，要么去新加坡，要么去日本，要么去台湾，反正是不会留在香港。这样香港的这个东方民族就灭掉了，香港的金融中心就毁掉了。可以讲，中共他不惜毁掉香港，实际上他是自毁前程，因为香港实际上是给中共外资带来巨大吸引的一个窗口。你现在关闭上这个窗口，加上全世界都制裁你中共，中共的经济只可能是雪上加霜。那么针对港版国安法公布以后，英国呢做出了最直接的表示，英国外交部宣布延长拥有 BNO 的300万香港人在英国居住的这个居住期限，把它延长到5年。过去呢是只有6个月，现在呢规定呢不受6个月的限制，可以让所有香港持有英国 BNO 护照的人，他们在英国可以合法的居住5年。因为按照英国的法律，在英国居住5年以后， BNO 的持有人就可以申请在英国定居的身份，而且在1年后就可以申请加入英国国籍。这也就是说，英国呢是给予了香港300万持有 BNO 护照的人，给予这些人的保护。英国首相约翰逊明确在一个发言中声明，港版国安法的颁布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将为香港持有 BNO 护照的300万香港人建立一条他们有效的来到英国的途径，也就是给予他们在英国入籍的一个方便。这是英国的反应。我支持英国给予香港民众，给予香港这300万持 BNO 护照，给予他们去英国一个有效的避难的途径，这一点我支持。但是我认为英国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你仅仅是解除了一部分香港人他们可以逃离到英国的一个逃生渠道，而没有实施对中共的打击。因为破坏中英香港声明绝不是简简单单你把一部分港人接到你英国来就了事的，而是要针对中共毁约、中共违背中英香港声明，英国应该给予中国制裁。因为仅仅是接掉一部分香港人，哪怕你把750万香港人全部接到你英国，都不代表你英国真正能够承办到中国。因为中共他不在乎你把香港人接走。说句真话，中共他推行这个国安法，他不在乎现在香港市民你们跑到哪个国家，世界上哪个国家愿意接受就接受。中共采取的方法是留岛不留人，叫做腾笼换鸟，也就是把这个笼子仍然把它扎紧。中共不在乎现在这个笼子里面有哪些反抗的鸟让你们飞走，因为中共在香港最终实施的统治，它只要2种人嘛，一种就是像林郑月娥、梁振英这一类的帮助他们做走狗的人，还有一类就是愿意心甘情愿下来做奴才的嘛，像成龙、谭咏麟、像汪明荃这一类嘛，心甘情愿做奴才的嘛。中共只要这2类人生活在香港就行了，人数如果嫌少的话，中国大陆有的是人，他们有14亿人呢，他们随便哪一天就可以签个几百万、千把万人到香港来了，也就是把这个香港打造成一个红色的香港，对于中共来讲几个月就能做到。所以说中共不在乎现有的香港人他们逃到哪里去。
中共他建政这么70多年来，他做了无数的坏事，他什么时候在乎过呢？你随便回头看看，中共建政以来，中国人民在他的铁蹄下，中国人民在他这个专制无耻的独裁政权统治下是怎么死的？是死了多少人？可以讲，中共刚刚建政的时候，他土改的时候，对地主就是乱棍打死，就用农民把地主斗死，把很多地主拉出去枪毙。这是中共他刚刚建政，他搞土改。紧接着就在城市里面镇压反革命，所谓反革命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就是城市那些工商业者，就是城市那些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本家。共产党把他们以反革命为名，把他们抓起全部枪毙，还要到人家家里面跟人家收子弹费，就是叫他们自费枪毙。完了以后，共产党就掀起了反右。在57年，中共建政10年都不到，中共就搞起了武器反右运动，把所有的知识分子把他们送到夹边沟，把他们通过劳改劳教让他们死掉。紧接着知识分子消灭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发起了红卫兵运动，把大量的中共建政前和建政后出生的那些年轻人鼓捣他们成为红卫兵，然后用红卫兵去批斗，红卫兵去整死老干部，红卫兵去整死所有跟到毛泽东开国的那些开国元勋之后，然后红卫兵上山下乡，红卫兵到农村里面自己整自己，底层祸害，很多红卫兵就这么白白就死掉了。过了文革以后，好不容易迎来了改革开放，好不容易迎来了中国80年代最好的10年，来拨乱反正，来思想解放。紧接着他们又开始六四又用坦克车，用机关枪把民众、把大学生、把北京市民扫死在天安门广场上。6·4的血债还没有清偿，他们又发起了法轮功，又通过法轮功又镇压了一大批对中共反抗的异议人士。然后就是709，让709里面大量的律师和大量的异议人士突然就无声无息的消失了。709这个灾难没过去几年，他们又开始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中，让大量的港人他们突然就浮尸死，突然就自动消灭死，突然就坠楼死。也就是中共建政这70年，可以讲叫血迹斑吧，就是这么一个无耻的政权啊，就是这么一个邪恶的政权啊。当中共推行这个港版国安法时候，有很多西方政客仍然是为他们洗地，为他们叫好的。美国前驻港的总领事叫汤伟康，他马上就写了一篇文章，他不赞同川普和美国现在政府要对中国进行制裁，要取消香港的最惠国贸易待遇，要取消给香港的优惠政策。他说如果这样做，他说伤害了我们的朋友，他指的是香港人，他说香港是我们的朋友，伤害了我们的朋友，害了我们自己，就害了我们美国人，没有伤到共产党。也就是他希望香港就这样，共产党在香港想怎么做你就由着他做，不要去取消香港的优惠政策吧。这就是美国驻港的总领事，像这样的人在美国比比皆是。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很多政客他们是为中共涂脂抹粉，为中共洗地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是最简单，默克尔在星期一，在上个礼拜一接受6家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称中国的经济模式成功就是一种民主的成功。也就是中国现在它明明是专制，默克尔把它描绘成民主。这种专制，默克尔把它比照什么？只要经济成功了，就等于民主成功了。专制也是民主，这就是默克尔的理论。默克尔还有更露骨的说法，就说中国今天就犹如当年的德国，靠勤奋、靠创意崛起。我不知道默克尔讲的当年的德国指的哪个德国，不是纳粹德国是什么德国？当年的德国，德国只有在纳粹时候在最强大，而纳粹强大时候就是靠专制、靠屠杀、靠镇压人民、靠他的血腥统治。默克尔最怀念的就是纳粹，所以默克尔就是纳粹的子孙，就是共产主义的子孙。默克尔就是纳粹的化身。默克尔现在就是以纳粹继承人的身份来跟共产党沆瀣一气，来帮助共产党在全世界推行他的红色统治。这就是西方世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相当一批像默克尔、像马克龙、像美国这个驻港前总领事唐伟康这样的人，他们帮助中共他们的邪恶的专制在全世界推销他们的市场，去为他们洗地。所以说今天正义如果要把它重新捡回，那是需要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能够端正地认识到，共产党不除掉，这个世界就不会好。只有把共产党消灭，全世界才可以进入一个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好，节目的最后呢，我呢要就我昨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做几个回答。因为呢，昨天我的节目发出以后，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刘青，很多人是翻墙时间不久，或者很多人对海外民没有任何兴趣，都在向我打听刘青的现状，他是不是现在还活着？他真退休了吗？他住在哪里？刘青究竟是个什么人？我相信呢，我昨天的节目呢已经讲得很清楚。对刘青个人的现状我不是很了解，我从来没有兴趣去关心这个人。我到海外多年，
我到华盛顿 DC 到纽约也去过多次，我从来没了解过这个人，也没有想过要跟这个人有过什么接触，去了解当年发生的这些往事。我对刘青的指控是公开指控，不是私下里面去偷偷摸摸去了解什么情况。他个人的现状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跟他以及他周边的朋友，活跃在中国民主海外民运战线上的那些知名人物还是非知名人物，我跟他们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往来，所以说我本人也没见过这个人。还是昨天节目发出以后，有网友给我发来了他最近在网络上面接受各种采访的照片，他有时候还在上美国之音、上自由亚洲电台，包括新唐人大纪元接受采访，人家发了一张他接受采访的图片给我，就说他呢现在住在纽约，目前来讲呢是退休生活，经常呢会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我对这个人呢没有丝毫兴趣去了解，他如果看到了我昨天这期节目呢，我欢迎他呢公开回应。当然了，有民运圈的朋友建议我找一个机会，我们民运圈的人大家沟通一下，坐在一起互相了解一个过去。我可以明确回答我这些民运圈的朋友，我跟刘青没有私人恩怨，不存在我要跟他什么私下场合去沟通。他作为当时时任的中国人权的主席，他帮助国内良心犯是他的一个职务行为，我和他之间是公事公办，他完全可以解释一下。我们当年对他的求助，我们没有跟他要1分钱，我们没有消耗他1毛钱资源，我们没有让他为我们做他自己力所能不及的事，我们仅仅是让他把他所知道的南京地区的所有政治犯的这个被判刑的集团里面所有的人物，通过国际社会去公布一下。按照现在时髦的语言，现在网络的语言，就是让他随手去转个帖，但是他都不肯做。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权民运的主席，他的职务行为是什么呢？他应不应该做呢？所以说他完全可以解释一下。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很感慨，就是建明你真的能忍，到海外都5年了，从来不提这个事，做自媒体都做了快1000期了，怎么从来没听你讲过当年的这段委屈？我告诉大家，我做自媒体也好，我在海外从事反共运动也好，是深明大义，不是为了泄私愤。之所以我不愿意多谈海外民运，是因为我认为民运里面还是有很多真心诚意在反共的人士。当然民运里面有很多人物，甚至有很多头面人物、代表人物，他做的事不尽人意，或者你我都对他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很少公开批评他们，因为呢我在维护着民运这个团队。至于他做的不好，自然历史会留下公论，大家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做的好不好，或者他道德败坏，或者他投共，或者他跟共产党沆瀣一气，或者他帮助共产党潜规则去达到某种目的，我相信很多网友看的不比我建明差，你们都能够看清。只是我们不因为这个团队里面有了一些无耻之人，我们就把这个团队污蔑为无耻团队。海外民运只要是反对共产党，只要是站在共产党对立面，只要是敢于向共产党挑战，那么它仍然是共产党的一个反对力量。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做得怎么样，可以讲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别人做得怎么样是别人的事，我们自己做好我们自己。所以说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态度，也就是我做我的自媒体也好，我参加海外反共运动也好，我尽我自己那份能力，我不辱没我当年的使命，我不辜负当年我那些包括已经很多死去的战友对我的嘱托，我能够在我自己有生之年为我的理想而持续不断的奋斗。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